俩在一起快1年了。跟他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幸福，但是前2天做了一件让我觉得很内疚、很对不起他的事儿。他跟他朋友出去吃饭，他喝多了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喊的却是另外一个女生的名字。我当时真的就懵了。他在电话里说他有多么多么的爱他，那天送他出嫁的时候，他心里是多么的不舍，说我各种地方都不如那个女的好。我有一段很难割舍的初恋，当时我在学校上学，到了甘肃那边去支教，将近1年的时间。等我再回到天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和别人订婚了。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就是那个女生在他心目中的一个替代品，我不会再跟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了，我一定要跟他分开。我不想做爱情里的替代品，这是女孩子的心声啊。男孩子经历过什么，要找另外一个女孩来替代呢？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段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瑞24岁，来自天津，他的职业是金融行业助理，学历大专。女主人公小丽23岁，来自天津，职业同样是金融行业助理，学历本科。来，有请2位，欢迎哈。你以前踢球是吧？啊，对，在哪儿踢？天津，踢专业的吧？这个小片里面说，以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因为你去支教，所以她跟你分手了，是吗？对。去哪儿支教能告诉大家吗？去的是甘肃陇南县，因为当时就是学校跟甘肃那边有一个合作项目啊，新建了一个学校，然后需要我们这边出几个就是体育专业的那个老师，然后要去那边自愿报名嘛。你一开始定的是半年，孩子们吧就对我们挺依依不舍的吧啊，然后就跟学校申请3个人嘛，又在那边又继续待了半年，将近就是2011年的3月份回来的。后来发现女朋友跑了。其实回来之前就已经大概知道这个消息，但是回来就是突然间知道他跟别人订婚了，挺难接受的吧。如果当时不去的话，那个感情可以挽回吗？不好说。为什么觉得你是一个替代品呢？本来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挺好的，有一天他出去跟朋友喝酒，然后就喝到特别特别晚，等到晚上2点多的时候，他给我打电话说到家了，就好不容易刚放下心来吧，过了也就2分钟又给我打了一个，我一接电话喊的不是我名字，就是别人的名字，他电话就跟那人说特别特别想他，说送他出嫁的时候就心里就特别放不开那个女的，然后还说跟我在一块完全就是因为我跟那女的长得特别像，所以才跟我在一起的。在一起之后发现根本就比不上那个女的，说我特别拜金，特别爱玩，而且平时一点都不知道疼她关心她。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根本就是那个女的在她心里一个替代品。你在电话里说送她出嫁是送谁出嫁？送我的前女友。你支教了，她跟别人订婚了，你回来之后她出嫁，你送她出嫁的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他的一个哥哥是我的队友，也是住我上铺，我们俩住一个屋里，从小就是一起长大的那种朋友，然后我们3个也算是认识将近10多年了。后来他就跟我说，他的妹妹和别人订婚了，然后我曾经挽留过吧，没有成功。后来我就觉得，既然他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那我就祝他幸福。然后后来我们2个就约定嘛，就是在他结婚当天，我一定要开着他的头车送他结婚。那你心里面爱他吗？爱呀。那你为什么打电话会叫那个人的名字，说你想他，并且，你找他只是因为他跟他长得像？没有，那天就是跟之前的一些朋友嘛，都是知道我们过去的那些朋友，一起出去喝了些酒，聊到之前的一些事儿，可能就是心里不自觉的就是想到他了，就想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，可能就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怎么就打到他那儿去了。那你在电话里还说这样的话，你是真想那个女孩吗？在认识她之前确实想，但是他在认识她之后就确实是没有。那怎么会打那个电话呢？其实我本心就是想跟他做一个了断的，就是想告诉他，现在我过得很好，可能我已经把你忘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做的还真是有些不妥当啊。那他在电话里有跟你说，是说我来就是给你个了断，还是说的别的？他在电话里说的完全就是怎么想的，说我不如他，根本我完全听不出来想要了断的意思。我当时听的感觉就是，如果有一天那个女生离婚回来找他，他们俩肯定会复合的。不会的，这肯定不会的。说你什么爱玩是吧？说我拜金，说我爱玩，说我不懂照顾人。
他拜金吗？还可以，不是特别那拜金。那为什么在电话？还可以？我找你要过东西吗？我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你在花钱，我1分钱都没出过吗？你跟我说我们俩在一起，我找你要过什么东西？你是没要过，但是自打去年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亲自给你做的那些东西，包括请我们的队友，包括咱公司的同事，请他们吃饭，然后我对你表白，然后还有100天的时候，我跑到天津的郊区给你摘了那些玫瑰花，亲自给你包起来，然后下午带你做蛋糕，然后晚上又去安排我们咱那些朋友一起去吃饭，一起去见证的时候，那些东西都不是假的，都是我亲自为你去做的。你真的是为我做的吗？你是为那个女生？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他不是送给的是你吗？因为他说了呀，他跟我在一起是因为跟那女生长得像。他们两个确实是不像。那你为嘛会这么说呢？你现在理智了，你说我们俩长得不像。你喝酒的时候最感性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只是猛然间乍一看的时候可能会很像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兄弟，就是那个女孩子为什么离开你啊？因为当时我到甘肃那边的通信相当不发达，拿着手机去没有信号，电脑什么的没有，然后想要打个电话的话，得要步行将近40分钟走到县城才能打一个电话，所以说那阵儿联系的话也就是1个月1次2次最多了。那阵儿可能就是他也出了一点别的意外吧，就是家里发生很多事儿，然后当时就是现在的他的对象陪在他身边了，然后就觉得当时我不在，可能现在这个人给他安慰啊鼓励啊挺大挺多的。既然你已经打算重新开始一段了，那干嘛还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儿？因为毕竟是心里忘不掉的那段感情嘛。那你对他是不是真的？是。你爱这个女孩吗？爱。你爱这个女孩还爱那个女孩？在认识她之前，我从来不说就是我的前女友怎么样，我只是会说别人问的时候我肯定会说一些就是搪塞他们的话，就会说可能不在身边啊之类的。但是现在我会跟我的同事们包括跟我的朋友们说，那是我前女友，我们2个已经过去了，现在这个对象对我很好。认识她之前我从来不会说那是我前女友。那说明他已经分开了吧？对啊，那你姑娘你就别介意了。可是分开归分开了，他心里没放开。喝多了，嗨。但是说了一些醉话。酒后才吐真言。酒后哪有真言啊？我觉得他就是平时这样太像了，我只是一个替代品，一个影子。你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？不就是喝了一个酒，胡说八道了一下吗？他不是胡说八道。我们俩以前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猛地一抬头喊的就是那个女生的名字，当时我还觉得可能是因为2个人刚分开，后来出去买衣服，我有时候说你帮我挑吧，他挑那些衣服，我当时觉得不适合我，只不过觉得眼光有问题。但是后来有一天一块走，他问我，哎，你知道我前女友穿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就给我指了一件，这件衣服就是他以前帮我挑过的。在认识他之前也确实很少跟别人出去逛街，可能心里边也是就深深的印下了吧，就是不自觉的可能就会去看。但是打那次之后，我就真的再也没就是犯过类似的错误，就是心里记下来了。我不该这么问，但是我还不由自主的替这姑娘问一句，你觉得你更爱这姑娘啊，还是更爱你的前女友啊？爱她。那你再比较一下，你是对她好呢，还是对前女友好呢？对她好的多一点吧。那她要出嫁了，你还开车送吗？她要嫁人肯定会嫁给我。姑娘，你看还不错的。都是装的。他跟我说，他5一把他女朋友送出家之后，他就把前一段感情了结了。他了结之后，我才跟他开始的。但如果了结，你为什么要打那样的电话呢？我说了，那天我真的是喝多了。喝多了就是借口是吗？有一天我给别人打这种电话，打你那去了，你是什么心情啊？如果没出这个事儿，你一定会嫁给他是吧？对，我们俩婚纱照都已经订完了。那就是感情发展的还不错喽。对。姑娘，问个问题啊，可答可不答的。以前你谈过恋，他是你初恋吗？不是。你以前谈过男朋友吗？谈过。还是应该有点印象的吧？是有印象，但是我从来不会说喝多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喝多吧，那我跟一个人，那你那个心里还有没有给你前男友留一点点小小的角落？没有。好吧，我理解姑娘的这种难受，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首先，从逻辑来讲，我先帮男主人公清理一下他的记忆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前女友离开你，但是我总觉得，但凡是没有在一起，就是因为不够爱。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说我很爱你，我很爱你，但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一样的鬼话。爱情的美在于它的单纯和坚持。既然那段感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再留恋那是别人的妻子。说到这个女孩，那样的一通电话当然是会刺痛你。如果你真的就死命认定你跟他像的话，你要用实际行动告诉这样一个很好的男孩，我比你的前任要强。我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你，我会更值得你爱。我觉得其实男孩女孩都挺好的。首先呢，女孩子给他时间清理干净记忆。如果你清理不干净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分开吧。没有清理干净你的记忆的话，对他是不公平的。在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前这个字永远都是雷区。无论是前妻、前夫、前男友、前女友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想象力的。当我们一提到那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些让我们内心感受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画面。但比这更不舒服的是被比较。这件事情一定是做错了，别跟我说你们又喝多了。男人永远会跟我们说他又喝多了，所以他可以接陌生女人的电话，永远跟我说他又喝多了，所以他出席了一些什么样的场合，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被我的朋友看到了，然后他们永远会跟我说他又喝多了。只要你没有失忆，你就要为你做的事情负责，所以一定是做错了，等一下道歉。但是我今天特别想为他说话，因为我觉得这男孩特别好。做错事认错，不代表说我们不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在处理每一段感情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很认真，因为不会有人想到我跟你谈恋爱要跟你分手，所以才有了那些刻骨铭心，有了那些难以忘却，有了那些回不去的曾经。但你记得那是回不去的，只要你自信，你确定我足够爱我面前的这个男人，你就跟自己说，谢谢那些女人帮我交老公，因为我是他的最后一个。我听说你们已经准备去拍结婚照了，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处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男孩他站在那儿一直想挽回你，我看得出你们相爱，所以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去原谅的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开着车送前女友出嫁，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。你要真有胆量，你就开着车把他抢跑啊！这叫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答应过他的。答应过他？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人有一种病叫琼瑶病，活生生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小说。你心里面在为自己写小说呢，把自己写成了那个最苦情的那个男主角。所有过去的人都是完美无缺的，跟天使一样，所有在身边的样样都缺点是黄脸婆，所有已经离开的人都是朱砂痣，在身边的人是白米饭。等到这位姑娘她离开你的时候，你又成朱砂痣了，你又成天使了，折磨自己是不是？深情是要用对人的，那个女人在你去支教1年这个过程里面就跟你说拜拜了，这种女人有什么可深情的？这个陪着你的才是最好的，过去的人已经过去了。姑娘啊，那话说回来，这个是亲身体验，喝醉后拨错的那个电话都是真爱。为什么他喝醉后没有拨打到他前女友的电话呀，没有拨到男性朋友那边去呀，最后还拨错了还拨到你这儿啊？这都是真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才他最熟的，经常用的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不要害怕当人的替代品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替代品。你也谈过恋爱，他也谈过恋爱，他也是你前男友的替代品。我们就算有人没有谈过恋爱，找一个爱人也是父母的替代品，这叫情感的替代。你想他长成这样，不知道多少姑娘想替代你。真的，你今天要转身走了，明天不知道多少姑娘往上扑呢。最后再送你一句话，不要因为爱人的一次犯错就否定他的一切，因为爱情不是审判，而是宽容。爱有多少，宽容就有多少。有一句诗叫什么来着？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
一个50岁的中年男人，但并不能代表你还爱着以前的那个他，不过是有太深的记忆。但如果不断的干干净净，就不可能爱得彻彻底底。人是一个多元的复变函数，所以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。我是个有女朋友的人，我任何的行为与以前的单身汉已经完全不一样。就像陆老师所说的，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。不管它是有多么的不堪，还是有多么的令自己留恋，但一切都已经过去，明天还要继续。大家说的都是理论上的，我想这4位嘉宾大概没有几个人亲身经历过吧。我们要什么事儿都靠自己经历啊，那就完蛋了。但是我现在我不敢想，如果那天那个电话不是打错了，不是我接的，而且我从来就没想到过我为他付出这么多，在他心里我太不堪了吧。都可以理解，都可以理解。这一类的感情其实挺难说清楚的，有些感情摆在那儿了，咱们好说，比如前面我们看到的价值观的问题、爱面子的问题，那样我觉得属于硬伤啊，硬伤好医，软伤难治，或者叫这属于内伤。现在特别明确一句啊，来姑娘，你爱不爱这个人？爱。现在还爱不爱？爱。对，我也觉得爱，因为不爱的话无所谓，对吧？管你叫谁的名字呢，叫就是喽，对不对？说明你爱他。
那小伙子，你告诉我，你爱不爱姑娘呢？啊，如果现在不幸应验都应验了，你们俩也结婚了，离还是不离啊？这不就跟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吗？犯了一些臭毛病，就这么矫情到底吗？自己考虑。还有你也是一样的，够不够爱？有问题的时候才是显真性情的时候。这就算经历了一个大事件，那么面对这个大事件的时候，能不能翻过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就觉得，你要是就这样放弃的话，那我们之前就是曾经经历过那些东西，那不就是白白浪费了吗？你就这样把我拽在这个地方了，还让我第二次自己一个人吗？你忍心吗？我承认毛病很多吧，但是我会尽量去改。你能不能真的把以前那些东西都放下？我不在乎你想的那个女的，但是你可不可以不在我面前提她？没问题，我会尽量就是说，你能不把她吗？那我换一种说法吧，就是我会把她从我的心里彻底忘记，因为她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特别特别要好的一个异性的朋友。他有他的生活了，我也有我的生活了。也许再过若干年见面，再次见面，可能相互都不会再认识。陆老师，我觉得这两个人都不做人事儿。你可以想他，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想？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这跟他开着车送前女友出嫁是差不多的。就是你们要求好低哎。但是别让我知道。你们要求真的好低，那你们这样还是分开吧。我觉得爱的都不够。但是要这样分开的话，但是什么呀？我觉得你不是还说了要跟那个人做特别好的朋友吗？做去呗。他那么在意了这件事情，你爱的一个女人，她非常反感你做一件事，你做这个事情就伤害她，提了都伤害她，你还非要做。我特别不能理解男孩那样的一个人做朋友意义何在？回去吧，两位，请回吧。哎呦，真让人着急呀！来来来，请关门。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，但是感情上面确实有点糊里糊涂的。来吧，大家帮他们做一选择吧。如果你男朋友就这样，或者你女朋友也是他这样，念念不忘曾经的旧情啊，但是只是在心里哦。各位选择原谅他们，并且给他时间成长和遗忘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52%的现场观众觉得，哎，还是给点时间吧。48%的观众是坚决力斩不饶啊！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想那个。原谅我的一次好吗？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来，站过来吧。我突然有一发现，这姑娘才是最聪明的人。借咱5张嘴，婚前修理了一下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这我拿着，你拿着戒指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！来，一起见证他们浪漫的时刻吧！来，一起见证。嫁给我好吗，媳妇儿？你得疯火，姑娘，好吗？下次再也不这样了，好吗？啊，还有一件事要完成，你心里会踏实一点。我觉得你应该告诉前女友你现在很幸福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结婚了，对吧？然后人家也嫁人了，你应该让人家也忘记你，然后保证以后别再骚扰人家，这行吗？行，师傅，我们要结婚了，然后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婚礼你要来参加，我现在也很幸福，我可能会把你忘掉，跟他幸福的过一辈子。哦，我会把他忘掉，你会？那是必须的。所以中国足球踢不好，他们确实差点意思。就我知道他那个心思，但是他说不出来。还有一件事得教你，
请前女友请不请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他说了算。你得跟人商量。行，同意请前女友吗？我同意。你得让那个女人看看您把一多优秀男人在你手里，这才叫成功啊！他抢不走的啊，抢不走。咦，臭美的人谁抢啊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